8月11号，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布了近期破获的一起涉及美国中情局的间谍案细节，这也是修订后的反间谍法自7月1号生效后公布的首起大案。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1天之前，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还公然宣称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工作已取得进展。那么，美国在华情报网之前遭遇了什么挫折？中美博弈日趋激烈。反间谍、反渗透、防窃密呈现哪些新特征呢？犯罪嫌疑人曾某某，1971年7月生，系我某军工集团工作人员，属重要涉密人员。曾某某被单位公派至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官员塞斯主动与曾某某结识，此后通过聚餐、郊游、观赏歌剧等活动逐步密切关系。据央视报道，这起涉美国中情局的大案涉及一家国内军工集团人员曾某某，在公派留学期间被策反。美国中情局特工塞斯先是打着使馆工作人员的幌子，故意接近曾某某，带着他体验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在观察到曾某某有动摇的迹象后，塞斯亮明身份，送上糖衣炮弹，允诺只要曾某某提供涉及中国军敏感信息，就会付给巨额报酬，还承诺让曾某某全家移民美国。曾某某见利忘义，与中情局签署参谍协议，还接受了其考核和培训。曾某某留学进修结束后，回国继续与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头，提供大量我核心情报，收取间谍经费。国家安全机关经缜密侦查，获取曾某某间谍活动证据，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及时消除危害。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7月1号，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正式生效。当月底，国家安全部开通微信公众号。这起案例也是国安部自成立以来首次在互联网平台公开大要案。外界注意到，这次曾某某的案件与以往案件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国安机关首次点名美国中情局。案件一经披露，立即登上新闻热搜榜。观察指出，这显示中美在这一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也是对美方情报部门近年来日趋高调的直接回应。深圳卫视注意到，曾某某的案件公布之前21天，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就高调宣称美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取得进展。About a decade ago, China rolled up a lot of CIA operations in China. Have you rebuilt? Yeah, we've made progress, and we're working very hard over recent years to ensure that we have a strong human intelligence capability to complement what we can acquire through other methods.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回应了伯恩斯的说法：美方一边反复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之所以阿斯彭论坛主持人就中情局重建在华情报网络发问，是因为美国《纽约时报》2017年曾报道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2010至2012年间系统性地瓦解了美国中情局在华情报网，据称有18至20名中情局线人被捕。该报认为这是美国情报界数十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使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大倒退。现任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2021年3月赴任，他有30年的外交经验，最高曾任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他接管中情局之后不久，就下令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统一协调该局的对华情报工作。同时成立的另一个名为跨国任务与技术中心的部门，被认为实际上是中国任务中心的技术支持部门。伯恩斯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中国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据知情人士透露，中情局中国任务中心每周开一次工作会议，并大力招募懂中文的特工。当年中情局与中国相关的任务经费大涨2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一般来说，境外势力会伪装成境外商业机构。但从近年来美国情报部门的发展来看，境外势力的内涵和外延早已经发生变化。比如，美国中情局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空间的应用，其随后任命的首席技术官就来自硅谷。通过
互联网的媒体或者社交媒体，那么通过呢抹黑、编造，或者说虚假信息，或者说是呢真假难辨的，或者是呢是制造颠倒是非的这样一些，进而呢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对事物的真正客观正确的认知，从而呢转向与他们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相符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情局还有一些白手套。根据中国外交部去年公布的一份事实清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基金会打着所谓非政府组织的幌子，实际上接受白宫和美国国会的资金支持和中情局的暗中指挥。该基金会创始人艾伦·温斯坦199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做的事情。”因此，这一机构在国际上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由于在香港修例风波中不断煽动暴力的恶劣行为，201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被中方依法制裁。根据李伟的研究观察，美西方开展的渗透工作从传统的窃密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从认知层面影响人对事件的判断，制造线上线下两个世界，通过改变人们对事情的预期，进而影响决策。近几年，境外反华媒体和外国间谍持续利用网络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渗透和破坏，利用一些社会矛盾、热点问题、重大事件挑起社会冲突，制造群体的分裂。认知这一个层面呢，对一些人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些呢也是成为呢当前境外的势力来针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呢所使用的一种呢非常重要的手段。除了这样一种认知的手段呢，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利诱啊、胁迫啊，或者说讹诈啊。随着美国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协同部门转变战术，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在我们周围开展认知争夺，中方应对手段也必须相应变化。李伟认为，万变不离其宗，想要不被别人改变认知，关键是得有清晰的思想和认知坐标。近年来，中国不断筑牢反间防谍的法律防线。7月1号，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开始施行。除了建立反间谍工作的支持体系，还针对新形势对一些间谍犯罪的罪名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具有针对性。但美西方一些媒体恶意炒作这部法律。为此，商务部7月份召集圆桌会议，向美欧日韩在华企业解释政策法规。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着力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环境。国际环境和国内的环境呢，以及呢整个的世界的形势呢，都在发生呢前所未有的巨大深刻的变化。所以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必须呢对于反间谍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广大的民众也应该呢参与到反间防谍的这样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当中。